是张大哥今天大哥要来做的科目是比较特殊的，是这颗VW Volkswagen 的1989年的 Passat 旅行车2000cc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这颗分油盘呢，大哥已经把它拆下来了。在1990跟1980之间，那个 Bosch 的这个 K 系列的机械喷射的供油系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那使用它这套喷射系统的呢，有保时捷、法拉利劳斯莱斯奥迪，还有VW 以及Volvo。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 Volvo 的240，它就是用这颗用这颗 Bosch 的K 系列的喷射系统的喷射的供油系统。这个分油盘呢，大哥已经拆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它的故障测试。大哥把这个电源打开，我们看到一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4个油孔就开始在冒油了。而且呢，它这个一端这一端是它的下游式的压力这一端是上游式的压力上游式的压力是数值是正常的，大概在5.6 kg/cm 平方左右。那下端呢，是因为透过这个差压阀所产生的压力差得到它大概应该在5.2 kg/cm 平方左右。但是呢，大哥发现它的这一端下游式的压力是0，也就是它是没有压力的。好，我们来看看这颗这一端是高压也就是上游式的压力，这一端是下游式的压力。那下游式的压力我们发现它是0，也就是它是没有压力的大哥把电源打开，我们看到上游式压力大概5.8左右，下游式是0的。那而且它又一直开始冒油。再一次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一直在冒油。这个现象肯定这部车是发不动的，因为呢，引擎一红火，那它4缸就开始在冒油了。那这个一定会把火星塞弄湿掉，根本没发动不起来。那以这个现象，大哥判断可能是里面的某片破裂的破损了，那也就上游式下游式打通的造成下游式没有压力。无论如何，等大哥把它打开，把这个分油盘拆开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部台北来的 Passat 它的4缸分油盘所附的这个差压阀它的差压阀因为它已经漏油了，所以造成它这个差压阀必须要更换，因为差压阀它是产生分油盘压力差，达到供油的这个功能。这个后来大哥比对这2颗差压阀，这一颗是宾士车在用的差压阀，它当然也是 Bosch 的产品。那这一颗呢这一颗是VW 的 Passat 的用的这个差压阀。大哥印象中，它这个差压阀是跟奥迪90大哥维修过的奥迪90的差压阀的规格是一样的因为它这边的插头是标准的Bosch 这个系统的那个冷车加油嘴的插头是一样的。那大哥比对过之后呢，我发现Bosch 的这个差压阀是可以移植到
VW 的 Passa 的分油盘来使用，因为它已经漏油了，而且这材料把相当贵。这个以 Bosch 来讲，这一颗以宾士来讲，这颗新品都要1万多块，那何况 VW 这颗，那根本绝对是断货，绝对找不到了。那因为它漏油，所以必须更换。那所以大哥试着把它的擦压法换成Bosch 的这个擦压法。至于说它的接点的部分呢，我们再来做接点的变更那用一个转接头让它接点能够装在它原来的 Passa 的车上。目前我们看到这边有5只喷油嘴这是VW Passa 2.0 的四缸的喷油嘴。那这一颗喷油嘴大哥这4颗喷油嘴当然一定要经过清洗大哥已经清洗完成了。那清洗完成之后呢我大哥是交给我们北部的专门做清洗的厂商喷油嘴清洗的厂商做清洗，然后大哥再来回来之后，大哥再做雾化跟流量的检查这4只喷油嘴大哥已经从厂商那边拿回来了然后发现厂商告诉我说，这只喷油嘴它已经故障了。那这只喷油嘴故障，我们现在目前是根本买不到了，因为它不像说 Bosch 那个宾士的喷油嘴说很容易取得那个东西没有困难后来大哥决定呢，用这只喷油嘴来取代它原来的故障的这只喷油嘴。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长度跟牙是 OK 的。那这只喷油嘴是宾士的560用的喷油嘴，它是细牙的。那这只喷油嘴相当贵，这只喷油嘴要2000多块。那这只喷油嘴呢，大哥比对下来，它的长度都一样这个地方都一样。那这个胶环呢，也可以装到这个地方，因为它规格是一样的，但是差别就是前头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前端VW 这是前端，它有个 O-ring， 那大哥就打算呢，再找一条 O-ring然后再做固定来取代原来这只故障的这只喷油嘴。这颗 Passa 的4缸喷油盘大哥经过拆修之后呢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来看看这片就是它破掉的那个它的薄膜片我们看到它经过透光之后，它破在这个地方再来呢它的那个擦压把我们看到这边有2颗擦压把大哥也已经换上，这颗是 Passa 的擦压把，差别就是在这个接头这个地方这是接头这个不一样。那大哥目前已经装上了那个宾士的擦压把原来在故障之前，我们一开机之后呢，它就开始冒油跟大哥所猜测的没有错，就是膜片破了，那上下油是打穿，所以说它就开始漏油。一开机一口红火，它就开始漏油。那我们先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来看红火，打开电源 ，OK， 好，已经没有再冒油了。那只有在引擎加油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才开始冒油，这才是最正确的。那原来它故障的时候，膜片破掉，
膜片破掉的时候呢，它油是打穿了。OK， 好，我们再来看一次，关掉电源，打开电源 ，OK， 完全没有冒油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部 PASA 的1989的2.0 4缸分油盘，它的编号是94225。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颗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在210ml 左右。因为经过30多年，我们的油箱是个污染源，就好像顶楼的水塔。经过30多年来，有汽油的胶质、油箱的铁锈，再加上加油站的沙子，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90年代跟80年代的车子，它的引擎都几乎用不坏。不是内装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底盘不好了。宾士车，还有那个年代的所生产的车子，他们是标榜坚固耐用，安全舒适。我们把这个供油的系统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把这供油系统整修好了之后呢，如果要再污染，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分油盘本身并没有坏，供油系统尤其是机械式的，我们应该要珍惜，因为它可修可调整。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的出油量。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5，第二缸210，第三缸215，第四缸21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在5%以内，成绩算相当的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4225的1989 VW 的 PASA 2.0 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供油量，所以怠速的稳定是要由供油跟雾化来决定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是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4225的1989年VW 的 PASA 2.0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90，第三缸190，第四缸也是190。这个完全几乎没有误差了。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的误差范围，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怠速小油门的测试误差几乎等于0。那这会表示说，这颗分油盘装到车上之后呢，它的怠速的供油量是几乎是完全无误差的。
VW 的车子在1980年、1990年哦，他们德国的造车哲学就是坚固耐用哦，让你用不坏哦，安全舒适。那30年之后的车子哦，如果在市面上还能够看到它在使用的，当然是以宾士为大宗，那奥迪、VW， 好，那那个 BMW 或者是 Volvo 几乎都已经淘汰了啊，都已经报废了啊。因为车口数的关系，所以宾士的这个年份的车子啊，它在耗材方面啊，跟取得的价钱都相当的合理，也几乎是国产价。那 VW 这种冷门车呢，可能会比较吃亏，就是说耗材的取得可能会比较困难啊，也许价钱会比较高一点。但无论如何，我们把这个方向盘整修好之后呢，它又是一尾活龙。那在堵塞的话啊，分油盘在堵塞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情。那由于这部车子是旅行车啊，外观啊保养得相当好。那整个引擎室的零件啊，看起来也还不错啊。内装啊，虽然是有很多粉尘，因为它已经停牌多年了啊。这个车主啊很有用心，看他喜欢这个造型，而且颜色不错，状况不错。那把分油盘整修好以后呢，哦，它就是马路上哦那个注目的焦点。老车啊，建议用95的汽油，然后油箱维持半桶油啊，避免底部的生锈部分有跟空气接触啊。有空跑一下高速公路，积碳部分呢，我们就不建议处理啊。然后跑一下高速公路，就会把表面的积碳会把它那个清除掉。那里程的积碳啊，那个除非参引擎才有办法处理了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啊，最好小跑一下啊，让老车能够维持它整个血路循环能够顺畅啊。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好，拜拜喽。